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是 Figures 1.5.0 隐藏魔幻曲这个名字的游戏内解锁动画。从新建文件夹到超过死线交稿耗时23天，一个因为后期功底不够，特效砍了又砍的只有短短24秒的动画，可能有些人就会好奇了，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所以呢，让小编在接下来的视频里尽可能多的和大家分享这段动画是怎么从零开始做出来的，以及一些幕后的故事吧。首先，以往做 PV 的时候，我会考虑视频是否要为微波炉那样的纯 3D 动画，亦或者无限天堂那样的曲绘动画。然而，这次呢，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结合 3D 曲绘，做出不一样的感觉。个有的话，做视频的第一步是画分镜。不过话是这么说，其实除了第一个大 PV 以来，我就没有画过分镜。由于需要制作曲绘动画，生成文件是必不可少的。在20号左右，我们收到了 Sayura 发来的曲绘，几天后，在村头鱼的帮助下，我们要到了曲绘的分层。我呢，一眼就看中了那巨大的物体，纸背景的高楼。然后我就有了个点子，有了点子后呢，就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和沙雕群友们一起讨论。讨论之中呢，有人提出来，感觉我的点子和剧情没有关系，于是乎我就艾特了我们剧情担当 Deathmark， 他呢给了几个设定。好像是临时想的，真的太强了。设定的话，具体我就不多说了。想了解的话，请移步 Figures 收集品区，以及期待一下未来的更新。总之，根据 DM 给我的一系列草稿，我粗略的画了一下分镜。这个呢是塔，这个呢是海滩，这个呢是城市，这个呢是曲绘。镜头就这样咻一下的倒退着飞过去。经过我的一番讲解，群友们都懂了呢。画完分镜后就要先开始建模了。这里的话，我用的软件是 Blender 2.83 LTS 版本。那么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要用 Blender 而不用 CCD 或 Maya 这些软件呢？因为它开源呀，因为它免费呀。总之 Blender 我吹爆。好的，跑题了。按照分镜的顺序，首先要搞定的是海。我呢其实是个 Blender 新手，很多东西都不会。那不会怎么办呢？当然是看教程呀。所以我就去翻教程，随后在油管上面找到这个教程。经过40分钟的生肉洗礼，我已经学废了，然后跟着教程走了一遍。首先呢 Blender 有个 Ocean Modifier， 新建一个面丢上去，然后调整一下参数，黑个针让海洋动起来。然后呢烘焙动画，烘焙完以后调整一下生成器的随机参数，然后再烘焙一个出来，后面会用到。然后呢我把烘焙完的贴图像这样覆盖上了这个大圆盘，然后用置换节点让圆盘凹起来，这样我们就得到巨大的海。不过这样的贴图覆盖方式很容易就会被看出来是重复的，这时候就要用到我在那个教程里面学到了一个方法，用噪波节点做一个黑白蒙版，白色为当前贴图，黑色为之前渲染的第二个贴图，这样两个混在一起就很难看出来是重复的。做完外形后就是上海的材质了，这可能是本视频最简单的地方了。新建一个材质，将原理化 BSDF 的节点粗糙度拉到最低，透视拉到满 ，IOR 折射率改为 1.33， 你就有了简单的水面材质。做完海面以后，我就开始了那个不明柱体的建模。这个柱体呢，其实是个武器塔，会射。总之剧情什么的不要问我，不知道。这里的话呢，先称之为不锈钢塔。不锈钢塔的建模其实不是特别难，我把 DM 给我的草稿导进 Blender， 然后用 Default Cube 拉成大致外形，随后加了一些你压根都看不到的细节。比如说侧面的梯子和这个莫名其妙的水管，还有顶上的大蓝色照明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些看不到的细节。第二张分镜的话我们就跳过，因为我没时间做码头和海滩了，而且摄影机移动速度很快，还有运动模糊，反正你们也看不见，所以我就随便丢了个平面，上了个沙子的颜色。根据第3张分镜来看的话，我们还需要一座城市。我盯着曲绘看了一天，把曲绘背景的高楼建了几个出来，然后在网上找了几个无版权的模型，开始搭建城市。当然搭城市不能一个一个摆，要一个一个摆怕不是得估到明年。在我每天晚上睡前看到的教程，正好有一个教程讲了如何快速搭建城市，我们把建好的大楼打组丢到粒子系统里面，就能快速出一座城市。当然用这个方法做城市的话，有个巨大的缺点，那就是穿模，因为每个大楼都是粒子，而 Blender 每个粒子之间都是可以互相穿透的。不过对这个项目来说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把最后摄影机会指向的那一个面手动排版一下就好了。而且反正还有运动模糊。在做之前，得先把大楼的材质上好。这里呢，我随便挑了一个和曲绘里面相似的材质。打光的话，我没有太多犹豫，直接去了 HDRI Heaven， 方便快捷。
最后呢，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导入到海的那个工程里面，把塔放到海的一边，用阵列修改器复制出来一排，然后把城市放到另一边，先建一个摄像机，在塔面前 K 一个帧，然后移动到城市尾部再 K 一个帧。渲染的话，我这次用的是 Cycle 渲染引擎，是 Blender 自带的一个光锥渲染引擎。Blender 还有一个实时的渲染引擎 Eevee， 某些条件下效果不比 Cycle 差。微波炉的后半部分就是用 Eevee 渲染出来的。不过因为还没有置换节点的关系 ，Eevee 不支持置换节点，所以我只能被迫用 Cycle 了。这里的话呢，我会先每个场景渲染几帧，用来看看每个场景大概需要多少采样数量，采样越多噪点越少，渲染时间也就越长。这里我有个小技巧，因为塔的近景不需要很高的采样数，也没有多少噪点，所以我在这里把采样数 K 个帧。对的 ，Blender 的采样数是可以 K 帧的。后面城市和海面的话，我就提高了一点。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整体都没有使用非常高的采样数，最高没有超过64，然后加了一个 AI 魔法，噪点就都美丽。其实是 Blender 自带的一个 AR 降噪功能，我用的是合成窗口里面基于 Intel 的 AI 降噪节点，效果会比英伟达的 Optics 好一点，但需要的计算时间也会相应的增加一点，平均每帧多1到3秒的渲染时间，然后确认一遍没问题导出就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们学废了吗？这次视频的话呢，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视频，可能会有很多的不足，请多多指出。然后呢，这期只是个建模部分，后面还有一个compositing 的部分还没讲，如果反响好的话，可能会出下一期，要不定个小目标吧。这期视频 B 站加油管点赞超过233就出下期视频。不过下期视频可能会有点硬核，因为 AE 和 PR 我能讲的有很多，毕竟是我的入门软件。那么本期视频就这样了，请多多30支持一下我哦。有机会的话，下个视频见，拜拜了。